小娘子，把腿长大一点，没人娶你当老婆，你就只能当军妓了。按我林家祖训，所有林家子弟成年之后，需要选妻封地，为我林家开枝散叶。娶到了谁，那么就必须替这些女人洗刷罪孽，还清债务。看过前5季的都知道，凌云，我不仅一下穿越到了古代选妻，1000钱方可娶妻，你要选谁？面对族长的询问时，那我凌云1万钱。不仅一口气娶了3个老婆，还背负上了巨额债务。为此，我不得不靠着穿越者的智慧，造火药、广积粮，缓称王。可没想到封地的粮食刚种出来，就被朝廷派遣征粮的钦差盯上。凌云，你好大胆子！甚至连我卖私粮的计划也被当地知府识破。也有我分一杯羹。本以为自己可以凭借手中的余粮坐山观虎斗时，没想到知府大人居然想用我发明的竹筒枪暗杀钦差，栽赃嫁祸，将我们2人一石2鸟。林公子，这兰花香水是你制出的新品？正是。2位小姐，既然你们都来了，那我就直说了。第一是想了解你们使用香水后的感受，第二便是送来新品。但既然2位小姐不愿接受，那就算了。马总管，不是还有其他的客户吗？就劳烦你派人邀请一下，相信其他家的小姐肯定非常乐于接受在下的这份心意。别，林公子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刚刚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我也向你道歉，这总可以了吧？我们只是有些难以置信而已。好吧，看在你俩认错还算诚恳的份上，这2瓶新品香水就送你俩好了。不过，我的香水可不是白拿的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会将这兰花香水推荐给身边的姐妹。我也是。林公子，下次有机会，你能不能让我亲自看看你是如何配制香水的？这可不行，配制香水是我的独家秘方，是绝不能外传的。不过，我听说的孙小姐家是开药铺的，要是你能帮我获得行医资质，我倒是可以为你私人定制。只要你提供适量的原材料，不管是什么味道，我都能配制出香水，如何？林公子此言当真？自然当真。林公子，你制出兰花香水，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，我也好提前宣传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既然事都办完，我就先告辞了。林公子着什么急？你好不容易来一次，也好让下官以尽地主之谊。敢问你可是凌云林公子？正是。府尹大人得知林公子来到虞城，特意让小的请您到府上一叙。府尹大人找我，说什么事了吗？小的只负责传话，并不知大人要说什么。林公子还是和小的走一趟吧，耽误不了太多时间。正巧我也有事要向府尹大人汇报，林公子，咱们就一起吧。马总管，府尹大人交代过，今天只接见林公子，其他人一概不见。好，既然府尹大人有请，那我就去一趟，就有劳你带路了。总感觉这秋光日找自己没那么简单，再加上知道秋光日今天心情不好，我可不想引火神啊。林公子，请吧。这顶轿子，不正是秋光日上次去牛背村乘坐的吗？这次派出轿子接我，可见待会儿的谈话肯定不简单。不过就算是龙潭虎穴，今天我也赖不掉了，只能硬着头皮闯了。林云见过府尹大人。本官今日不忙公务，所以不必多礼。你过来坐吧。不知邱大人找在下所为何事？林云，你可还记得当初你我第一次在猎场相识，后来可是你要与本官做朋友的。是啊，时间过得还真快，这一转眼都过去半年了。不错，才半年时间，你小子就在牛背村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还真是让本官震惊啊！邱大人，您怎么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？要是有事尽管吩咐，只要凌云能做到的，绝不会袖手旁观。你如今也是我虞城内务府的主事，虽然这官职不大，但好歹也是钦差大人与本官商议后才决定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本官若有事相求，你真的愿意帮忙？凌云深得大人的信任与栽培，才有今日这么一点成就，又岂敢忘了大人的好？只要是凌云能做到的，一定不负所望。你抬起头来。这崔明冲下手也太黑了，大人，你这脸……
你刚刚去见了马季，他就没跟你说这件事？马总管真的没和我说。大人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在虞城，难道还有人敢对大人下手？你别这么拘谨，放松一些。本官说过，今日不谈公事，而且我这伤只是小事，你也不必担心，更不要打听了。是，那大人今日找我，真的只是作为朋友间的叙旧聊天？你觉得呢？应该是吧。我也只是小小的牛背村领主，在我们村我说话还有点分量，但要是在其他地方可就不灵了。我这儿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听哪个？大人，这两个消息是一件事吗？看你如何选择，不同的选择便会有不同的结果。要不，大人给个提醒？也罢，就提醒你一下。好消息，咱们皆大欢喜；坏消息，这种情况下选坏消息，那无疑是找死。而且自己现在孤身一人，身上连竹筒枪都没带，这要是惹恼了他，绝对没自己好果子吃。那还用问吗？当然是选好消息啊！你确定？这个大人该不会是故意给我挖坑吧？哼，对你还用挖坑？本官若想给你治罪，你手里那些见不得光的玩意儿，足够让你掉10次脑袋。大人就说吧，到底是什么事？既然你选择好消息，那我现在郑重通知你，即日起，你就是我虞城内务府会计司的员外郎。邱大人，您是在开玩笑吧？你要给我升官？本官会开这种玩笑？你现在可以谢恩了。慢着，邱大人，俗话说无功不受禄，凌云什么都没做，您为何要给我升官？别紧张，本官刚刚也说了，就因为你是本官的朋友，之前让你做内务府的主事，不过是先将你拉入官吏内部，之后才好升迁。可是，我告诉你，给你升官是因为你能力出众，本官本着仁义爱财的初衷，所以才破格提拔你。而且你此次立下大功，为朝廷解了燃眉之急，理应封赏。自己这次被算计了，千防万防，就是没想到秋光日会用这一招，先给了我封赏。如果我将来再拒绝秋光日的要求，那可就真的完了。怎么，你还想拒绝？既是如此，那就多谢邱大人了。大人，这内务府算计司的员外郎是几品官啊？是从6品。从6品？这太夸张了吧！我直接从9品跃升到从6品。你放心，在虞城这地界，本官说一不二，没人敢说闲话。除了皇上，不管是哪路神仙，都要听之任之。这番话不就是在针对崔明冲这个钦差吗？大人，你该不会是……该不会什么？好了，你可以退下了。大人，这林云会不会去通风报信？应该不会，这小子狡猾得很，又岂会跟着趟浑水？不过师爷的这个主意真的没问题，从6品可不是小官了，就这么赏给他，实在是可惜。大人不必担心，先给他一点甜头尝尝，等他的价值被彻底榨干，大人随便找个理由都能让他卷铺盖滚蛋。何况这小子屁股也不干净，这次就用他卖给大人的火器对付崔明吹，不管成不成功，都能让这小子吃不了兜着走。但愿如此吧。相公，你怎么这么大意，一个人就进去了？要是出事可怎么办？这不是没事吗？你俩怎么追到这里了？我和郑统领不放心你，你要是再不出来，我们就打算冲进去救你了。我知道你关心我，但以后遇事多动脑子，别总是冲动行事。哎呦，知道了，你烦死了！我又不是小孩子，干嘛老探我头？还是三夫人深得我心啊！公子，府尹大人找你谈什么了？别问，你们马上就知道了。再跟我去一趟内务府。见过马总管。恭喜林公子荣升从6品员外郎，从今天起，你我便是上下的关系了。林大人，恭喜啊！恭喜林大人，贺喜林大人！马总管就别取消下官了，快别在这儿站着，我们进去聊，顺便带你去平日办公的场所看看。行了，别装了，你不会真以为秋光日给我升官是什么好事吧？不是好事，难道还是坏事？林公子或许还不知这从6品员外郎的含金量，绝对是肥差，而且能接触到的权贵的机会更多。难道这不是你想要的？我是想接触权贵，但这明显是秋光日精心为我准备的陷阱。
林公子，咱们先换个角度思考，不管府尹大人抱着怎样的心态，你都得到了切身的好处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哪怕是付出一些代价，下官觉得也是值得的。这么容易得到的，同样也容易失去。马总管难道还不明白？那林公子是想拒绝？要是能拒绝，我刚才就说了。好了，反正这员外郎也是在你手下做事，你就给我挂个虚职吧。乌娜，我和正统务叔先回村子，你先暂时留下。为什么？相公是要我留在内务府？你先暂时留在这里，等天黑后，你替我给崔明冲捎个口信。什么口信？告诉他，回京危险，慎重。相公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是不是刚刚的秋光日说什么了？这秋光日怕是要走极端。你见了崔明冲不必多说，就将我这番话告诉他，他只会明白。这里被把守的如此严密，肯定就是崔明冲在于政府落脚的地方。不过，想要进门见到崔明冲却不容易。该死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你就是负责保护崔明冲的侍卫统领。谁？滚出来！别紧张，我是奉我家相公之命前来给崔明冲捎口信的。原来是林公子的三夫人，你有什么话直接跟我说也一样，我会一字不差的替你转达给我家大人。那可不行，相中交代过，要我当面将消息说给崔明冲。虽然看你这打扮应该是崔明冲身边的心腹，但我还是信不过你。虽然你是那凌云的夫人，可你同样是南蛮盘达族人，出于安全考量，我是绝不会让你靠近的。你若说就现在说，不说就可以离开了。若敢放肆，休怪我不给那凌云面子。你这人怎么这么犟？我没和你开玩笑，我家相公让我带来的口信关系到你家大人的命，你难道也不担心？那你就现在告诉我。行，看来相公这次是多此一举。堂堂大端神朝的钦差，守卫力量肯定强大，我就不多管闲事了。且慢，怎么，你不是让我走吗？有本事别拦我。我可以带你去见我家大人，但前提是必须让我随同。好啊，我又没说不同意。跟我来吧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大人，属下刚刚在院外的小花园遇到了前进来的凌云三夫人乌娜。乌娜，她来干什么？启禀大人，那乌娜说是奉凌云的命令前来送情报，而且还非要亲口告诉你，说是事关大人的性命，带她进来。老东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小丫头，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，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我不清楚。就在白天，我相公受那秋光日的邀请，单独在府上见了一面。事后相公就让我给你捎带口信，他说回京危险，慎重。这算什么情报？你说了等于没说。凌云有没有说具体是什么事？比如是谁要对我家大人不利？我哪知道？我相公还说了，只要我将这几个字说出来，这老东西就一定能明白是什么意思。还说，要是真的不明白，那这钦差也不过如此。我明白了，小丫头，虽然你一直对本官不敬，但看在你这次好心来送情报的份上，就不与你一般见识了。呸！你这老东西真不要脸！要不是上次我家相公拦着，就你。行了，回去替我向林公子说声谢谢。另外，让他也注意点。老头，虽然我不确定你到底知不知道是谁要对付你，但我还是提醒你一句，千万别做轿子，最好是伪装一下，莫要被人认出来。好快的身法！大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看来本官这次来到虞城，是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。那刚刚乌娜最后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，也不需要知道。祁瑞，你安排一下，就按这丫头的意思去办，找个人乘坐轿子，本官骑马回京。大人，虞城距离京城路途遥远，您的身体肯定吃不消。行了，本官又不是软脚鲨，怎么就吃不消？下去吧。秋光日，你真是胆大包堂啊！也罢，本官倒要看看你的胆子有没有你的实力支撑。公子，将竹筒枪给我一支。公子，你没事吧？使用弓弩的人，只要臂力够大，射出的焰雨可以划破长空，受到的空气阻力很小，所以距离也会很远。但竹筒枪却恰恰相反，靠的是火药燃烧后的巨大推力，
在短时间、短距离内造成巨大杀伤。要是距离过远，要是自威力现在能制造出用铜铁融合后的弹药，便可极大的解决阻力和受风力的影响。开火！何时见过如此可怕的能力？这是见鬼了吗？林公子，你这枪法也太厉害了。等有机会，我可以指点你一下。尔等何人？胆敢袭击我家公子？抬起头来！蒋三，是你，郑有力，你不是半年前就死了吗？半年前被灭掉的是黑风寨，而我得到我家公子的赏识，已经从良了。小人蒋坤，号称人士，见过公子。你既然与郑统领是朋友，那本公子就不为难你了。先说说你的情况，不知公子想知道什么？余城府前不久兴师动众的剿匪，如此环境下你都能幸存下来，看来是有些能耐。你的老巢在哪儿？回禀公子，小人一直带领手下藏身在义庄。今天白天，小人曾在庄内看到2人，该不会就是公子吧？公子果然是神机妙算啊，居然真的被你猜中了。郑统领不必拍我马屁，你是想替着蒋坤求情？公子，您昨天不是说想要暗中扶植一伙劫匪势力吗？这蒋三与卑职关系莫逆，由他替我们守外围，将来不管是进出，都会非常安全。而且，一伙强大武装势力也能辐射到方圆几百里地。也罢，既然这蒋坤是郑统领的朋友，那今晚的事就算了。多谢公子，多谢公子。公子，这蒋三当年在镖局的能力还在卑臣之上，只是这些年来落草为寇，没有机会施展。还请公子看在卑臣的薄面，能给他一次机会。郑统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上路吧。蒋三，公子可能是要考验你，你回去安排一下，立即去牛背村，我这就替你求情。有力，这位公子到底是何来历？我家公子叫林云，乃是牛背村的领主，更是余城内务府6品员外郎。有力，你这次一定要帮我。你放心，公子刚刚并没有拒绝收你，应该是有什么想法，等我回去一问便知。你也速速跟上。大哥，咱们以后不做劫匪了吗？你是眼瞎还是耳聋？给老子滚回去！告诫兄弟们，一切等老子回来再做定夺。是大哥。公子，你怎么速度这么快？卑职追了一路都没追上。郑统领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成长到可以替本公子做决定的程度了？卑职知错了，还请恕罪。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，但你要永远记住，你是我凌云麾下的兵。作为兵，你只需做到听从命令，而不是自作主张，明白吗？是，公子教训的是。那蒋坤要是来了，带他去营房招待，我晚些时候自会去见他。记住，莫要和他多说，是否接纳他，还要看他的为人。你郑有力要是敢以权谋私，可别怪本公子对你军法处置。又偷吃，你可是相公的2夫人，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？吴月姐，这饭菜你都来回热了2、3次了，相公还不知几时才能回来。要不我们先吃吧？再等等，相公这个时间还没回来，肯定是在忙大事。咱们作为家眷，要是连让相公吃口热乎饭菜都做不到，那就太不称职了。2位夫人，我回来了。相公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再不回来，人家就要饿死了。吴越，以后我要是外出忙公务，你们就不必等我开饭了。那你要是知道回不来，就提前告诉我，不然我就当你按时回来吃饭。去洗手，不知道在外面摸了什么，脏死了。相公，洗手吧。婉清，你吃错药了，这么献殷勤还是你吗？是不是昨晚一个人睡觉又蹬被了？去你的，你才蹬被呢！快点洗，洗完吃饭，我都饿死了。对嘛，这才是你该有的样子。相公，乌娜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我给他安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需要晚些才回来。不过看着天色，应该也差不多了。相公，
你们今天去虞城可有什么收获？下午的时候，府尹大人单独召见了我，并给我升官了。这是好事儿啊！相公干嘛闷闷不乐的？且神这就去拿酒，我们好好庆祝一下。得，庆祝什么庆祝？你都不听我把话说完，你还当这是什么好事儿？婉清，你觉得如何？相公，这从六品员外郎的权儿，你不应该要的。我也知道不能要，可那种情况下，我要是拒绝，恐怕夫人大人根本不会放我走，你们也等不到我回来吃晚饭了。我知道，这秋光日明显是要利用相公对付钦差大人，如此险恶用心，相公说什么也不能答应。利用我对付钦差？你说清楚，到底什么意思？相公刚才也说了，他秋光日得知钦差深夜外出，所以去刺探消息，而钦差大人不但没告诉他，反而给了他一个嘴巴，所以才结仇。但要我说，这不过是一个借口。这些当官的人个顶个不要脸，为了达到目的，什么瞎话谎话都能说。所以秋光日是怀疑你们昨晚见面了。秋光日虽不知具体细节，但凭其聪明和师爷出谋划策，定能猜到端倪。这是朝廷的意思，一切收下。动手要快，不留痕迹。秋光日一边拉拢相公给你升官，是为了稳住你，另一边再对钦差下毒手。咱们暂且当他的这个毒计能成功，相公可考虑过是什么后果？那还用说吗？钦差是皇上的脸面，要是被暗杀了，一定会震惊朝野，最后一查到底，便会牵连无数人。相公说的对，可也只说对了一半，这些都是最表面的，更深层的原因是秋光日想要一石二鸟，将相公和钦差大人一起干掉。相公，吴月姐，让相公静一静。看来我要做点什么才行啊。相公，能和我说说你接下来的想法吗？按照二夫人的思路，秋光日若要暗杀钦差，肯定不会使用寻常的手段，而最行之有效的方式，无疑就是使用我卖给他的竹筒枪。这玩意儿现在不被外界遮销，也没人会提前防备，所以一旦他派杀手半路袭击，可在10几米开外将钦差射杀。如果不惜代价的使用弹药，绝对能做到万无一失。好一个栽赃嫁祸，好一个恶毒毒的计划！我回来了，饿死我了！不好意思，我没控制住。看你吃饭真香啊！我要是有你这么好的胃口就好了。是啊，不过乌娜多吃点也行，毕竟劳累一天，消耗也大。好了，你吃饱喝足了吧？相公，你该不会又有什么事要安排吧？没错。我怎么这么倒霉？我都累死了！有什么事儿就明天再说吧，行吗？乌娜，这次情况危急，你就别一肚子牢骚了。要是咱们这次被算计了，那就彻底输了。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是这样，我刚刚和婉清推测了一下，明日府尹大人回京，一定会遭到秋光日派的杀手伏击，所以就只能辛苦一下三夫人你了。你想让我将那些杀手都消灭掉？不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行，没问题。正巧我最近手痒了，等明天天一亮我就出门，保证将那些坏人赶尽杀绝。啊！相公，你拿这家伙干嘛？这次你就用这竹筒枪行动，速战速决，将埋伏在钦差回京避之路的杀手全部干掉。记住，下手干净一点，不要留下任何线索。我还用这玩意儿？就凭我的实力，秋光日手下那些废物不可能是我对手。你乖乖听话，这次不是胡闹的时候，而且也不是让你去发泄，而是执行任务，所以必须要速战速决，毫不拖泥带水，更不能留下活口，被人看到你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我听相公的话就是了。好了，那我先下去休息了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傻丫头，你想什么呢？今晚就别睡了。我若没猜错，秋光日为了稳妥起见，一定会提前准备，所以你现在立刻动身啊！现在就走？这深更半夜的，我去哪儿找他们的踪迹？你就先埋伏在虞城北门，那里是北上回京的必经之路。秋光日要是派杀手出城，一定会从北门出去。你主要跟踪他们就好，等该收网的时候就果断一些。那我要是这次立下大功，相公怎么奖励我？你想要什么？这样吧，我这次要是立功，相公就送我一件亲手制造的小首饰，这要求不过分吧？没问题，我送你的小首饰
一定让你喜欢。作为穿越者，这个世界的小首饰，又岂能见出我的与众不同？既然答应了自己老婆，那我就要来一次大胆的尝试。做钻石，正巧我打算用细砂提炼玻璃，要是运气好，完全能得到样貌和钻石差不多的玻璃。钻石恒永远，一颗永流传。只要我将营销钻石的那一套方式全都扒出来，再给人们洗脑，到时候不管谁家娶亲婚嫁，都必须要买钻石，就像是礼金和陪嫁一样，绝对不能少。如果能成功，那我将来就可以躺着赚钱了。相公，你干嘛笑得那么猥琐？谁猥琐？你才猥琐！我只是又想到一个赚钱的金点子。赚钱？三夫人真是我的财神啊！每次和你聊天都能有巨大收获。林公子，刚刚有没有陌生的人被郑有利带进来？有，是一个刀疤脸的中年汉子。公子，您来了。别紧张，随便坐吧。林公子，请坐。你之前落草为寇前，是在浩城做镖头？没错，小人和郑有离是同僚，一共做了5年。最后，虽然本公子对你还不够了解，但你能在于是缝上绞腿鞋溶洞中幸存，也证明你确实有一定的能力。不过，想要投靠我凌云，这点本事还不够。林公子，小人虽能力有限，但也有优点，还请公子能给小人一次机会。哦，优点，说来听听。小人今年30有3，做了3年劫匪，做了5年镖头，但在这之前还曾参过军，效力于镇南王，做探头兵，负责情报收集和破坏敌军作战计划部署。白天我与马季商议获取细沙的事，就曾提到要靠近桃源镇，而那里是自己八哥的地盘。我若想不动声色地获取细沙，势必要精心策划一番，但身边没有可用之人。郑有利作为我司军统领，不可能让他去冒险，一旦出点什么事，自己这司军可就没人管了。而乌娜武力高强，让他打仗砸场子没问题，可侦察敌情却并不擅长。若派他去，不但难以成事，反而会惹出麻烦。势头放在地球上，其实就是侦察兵。这种军事人才是需要大量实践经验和财力培养出来的，失败者只有一个下场，就是横尸沙场。能活下来的，几乎在军事领域就是全才。自己这次是捡到宝了。既然你擅长侦察刺探，我这儿正好有一个侦察任务，只要你能圆满完成，并带回具体情报和绘制出的地图，我就收了你，如何？公子放心，小人一定拿出看家本领，将公子交代的任务圆满完成，还请公子指示。你今晚先在这儿过夜，天一亮立即前往桃源镇，替我侦察桃源镇的武装情况。另外，镇外有一座孤山，你也去看看情况。要是有人把守，记得带回来一些矿石。最后将你观察整理出的情报绘成地图带回来，就算你完成任务了。公子放心，这件事交给我。好了，蒋坤，你先下去休息吧，天亮就出发，莫要耽搁了公子的大事。公子，你让他侦察桃源镇，卑职可以理解，但是侦察那座孤山是什么意思？当然是我计划的一部分。八哥空守着那么一个风水宝地，却不擅长利用，就让我帮帮他吧。公子，刚刚蒋坤说曾效力于镇南王，那可是林家的边防军，公子就一点都不忌讳？忌讳什么？你还担心他是林家派到我身边的卧底？那倒不是，卑职还以为公子会因为他的出身而对他有偏见呢。哼，偏见？我要是对他有偏见，那对你也应该有偏见才对。那你为什么还能得到我的重用？你不必多虑，只要这蒋坤忠于职守，乖乖为我做事，我是不会亏待他的，更不会亏待你。那是，贝贝能跟随公子，也是卑职的荣幸。行了，你以后马屁话少说，对我是完全没用的。如果你表现得不好，我照样不会放过你。卑职遵命。公子，卑职刚刚看到三夫人连夜出城了，可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既然你问了，那我就实话告诉你，秋光日打算刺杀钦差大人，并将这口黑锅扣到我头上。这老东西真是卑鄙无耻，难怪白天给公子升官，原来是没安好心。是啊，但这老东西千算万算，还是看走眼了。秋光日和那师爷常玉峰最大的败笔就是太相信情报，而疏忽了人性的复杂。
他们对我凌云的所有了解，都来源于属下的情报。殊不知，马季早已被我收买，他俩还一厢情愿地认为已经彻底拿捏了我的性格。也正因如此，秋光日白天才会当着我的面表现出对钦差崔明冲的杀机。我虽然不喜欢管闲事，可涉及到切身利益，我根本不可能袖手旁观。最关键的是，秋光日似乎忘了，我身边也是有智囊团的。那三夫人连夜去虞城，难道是……想什么呢？秋光日可不是好杀的，而且他活着对我们更有利。我只是让乌娜暗中盯着城内的杀手，等到他们准备对钦差大人下手时，再让乌娜将这些杀手灭了。公子果然算无余策，看来秋光日的这次奸计注定要失败了，肯定不能让他成功。那公子可想过一点没有？这次暗杀计划要是失败了，凭秋光日的狡猾，一定会怀疑我们。就算他一时没有证据，也会变着法的找我们麻烦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你想多了。你觉得那钦差崔明康是吃干饭的？他度过这次杀劫，肯定会报复秋光日。到时候这老东西自顾不暇，哪还有心情来找我们麻烦？如果真要来找，那也多半是来求情的。求情？他会向公子求情？好了，已经和你说的够多了，接下来的事你就慢慢想吧。总之一句话，因果循环自有定数，万事皆有轮回。之前被自己俘虏回来的阿三还一直养在家中，是时候让他协助自己对付八哥了。阿三，你怎么过成这样？我不是之前让老村长给你安排了一名婢女照顾你生活起居吗？十四爷，您可算记起阿三这个瘸子了。你别激动，快坐下慢慢说。怎么回事？那婢女是被我赶走的。十四爷，您上次答应过我会让我重新站起来。阿三不想当瘸子，公子一定有能力帮我的，是不是？实在抱歉，这段时间要忙的事太多，我也无暇顾及你的感受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既然答应你的事，就绝对不会食言而肥。明天我在家没事，就帮你制造假肢。那就多谢十四爷了。只要阿三能重新站起来走路，阿三一定用这条命效忠十四爷。问你个事，你对桃源镇方圆300里的地形有多了解？只要能辨别东南西北，阿三闭着眼都能找到回去的路。好，那你正好帮我绘制一幅草图，越详细越好。我要知道桃源镇的内部组织情况，还有镇外的地形。没问题，那我现在就画。阿三画出的这幅地图有没有瑕疵？居然还详细的记载和具体到辨别方向和位置的花草树木，真是没想到，你居然如此心细。过了大半年，居然还能记得这么清楚。嘿嘿，小的之前曾为八爷培养死铺，期间曾多次带手下前往碾子山和瀚海训练，所以对当地的环境还算了解。为何这山峰画的和其他山不一样？十四爷，还记得小的上次和您说过的铜矿吗？就在这个位置。这碾子山地势险要，普通人想要上山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八爷为了方便采矿，便派小的在桃源镇非法诱骗了不少青壮年前去开山凿路。八哥还真是个混蛋，这么缺德的事都干得出来。十四爷说的是，小的当初作为八爷的爪牙，也做了不少缺德事。我不管你曾经做过什么，但现在你是为我尽忠，所以彻底改掉八光给你养成的恶习。将来你要是让我知道再做这些缺德事，可别怪我不给你机会。十四爷的教诲，阿三都记在心里了。想要让阿三重新站起来，就只能制作假肢。先用上好的石木制造假肢，先给他希望，让阿三恢复正常。等到将来我可以顺利开采牛背山的赤铁矿后，再为阿三锻造纯铁的假肢。五月，你怎么还没睡？相公还没休息，妾身又如何睡得着啊？大夫人如此贴心，我凌云真是上辈子积了德。五月，你以前是不是练习过？这力度刚刚好，真的太舒服了。别胡说，这种亲密的事，我找谁去练习？我说错话还不成吗？来，快让为夫稀罕稀罕。五月，再过最多2个半月就年底了，到时候林家一定会派管家来收年例银，你最近就开始准备一下，将这笔银子备好。相公是想让我接待林家人？怎么，你害怕了？是有一点。
在妾身看来，林家上下就没有一个好人。这话说的，林家确实不是好东西，但你相公我呢，也不是好东西。妾身说错话了还不行吗？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挑字面儿？说正经的，你真打算让妾身到时候接待林家？不错，你可是我凌云的大夫人，并掌控财政大权。这林家人来收税，自然非你莫属。而且，区区一个林家管家，还轮不到我亲自露面。那好吧，妾身需要准备什么呀？林家每年赋税是按人头计算的，牛背村一共500余口人，按照平均每人1两银子计算，那就是500两银子。曾经牛背村土地无法种田，也没有粮食产量，所以这部分农耕税就免了。但这次林家派人来，一定会知道这件事。到时候你就按照每亩地10两银子计算，1000亩地便是1万两银子的赋税。相公果然最擅长经商，这账目都被你算清楚了，妾身就不必操心了。到时候等林家来人，我就直接把银子给他完事。要是这么简单，那我又何必让你抛头露面？我只是先和大夫人将具体账目算清楚，但我没让你这么傻实在。那相公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凌云辛苦1年赚来的银子，哪怕是1分1毫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又岂能便宜了这帮混蛋？我上次让你每个月记一次的账本，你都按时登记了吧？喏，我都一笔一笔记好了，而且还检查了好几次，保证不会出错。做得不错，不过这本账簿只能咱们自己看，绝不能给外人看，哪怕是前来收税的林家也不行。那妾身要怎么做？你最近这段时间再重新做一本假账，人口税可以正常交，但耕种税才是大头。如果按之前计算的结果交1万两银子，你就想办法给我压缩1半。总之一句话，只要能少交银子，你怎么做都行。小声点，现在就等钦差大人出来了。果然如此，相公果然料事如神。只要目标出现，将绳子斩断，巨蟒就会当空照下，将钦差的轿子罩住。这样做可以将风险降到最低，也算是万无一失的计策。到时候在近距离开枪，便能一击必杀。邱大人不必远送了，本官此次奉皇命解决浩城饥荒，承蒙邱大人帮衬，才能圆满完成任务。虽然前几天咱们闹出一些不愉快，但本官希望邱大人莫蹈生气。钦差大人说笑了，协助大人乃是下官分内的事，至于那些不愉快，大人不提，下官都忘记有这件事了。哈哈哈，好，那本官就放心了。邱大人放心，本官这次回京一定向圣上禀明邱大人的功劳。那就多谢了。祁统领为何这样看下官？难道是下官之前惹祁统领不高兴了？哼，祁瑞，不得对邱大人无礼，还不快给邱大人道歉！邱大人莫要见怪，本统领是直性子。之前您与我家大人闹得不愉快，所以我……祁统领不必解释，下官都了解。咱们虽立场不同，但归根垫底都是效忠于朝廷，所以下官希望咱们能公私分明，莫要结怨才好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邱大人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好，那下官就不远送了。预祝钦差大人一路顺风。大人，这次你总该高枕无忧了吧？哼，高枕无忧还差得远。别忘了，这凌云可同样不好对付。哎，大人莫要在意，这凌云虽狡猾，可毕竟势单力薄。这次他受了大人的封赏，成为员外郎，要是还敢不听话，大人就可以用我大端神朝利率去对付他。哼哼，有道理。有师爷出谋划策，本官果然轻松了不少。大人谬赞了，卑职也只是在其位谋其事。要是无法为大人分忧，那卑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，而且还是大人领导有方。大人，那凌云送来的情报真的可信吗？为何卑职刚刚观察那秋光日，感觉他并没有这个胆量对大人不利？没听过一句话吗？叫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尤其是这些坐上地方府尹的官员，他们可没有一个省油的灯。而且，就算凌云的情报不准也不打紧，毕竟小心无大错。倒是你小子实在太鲁莽了！你可知刚刚要是打草惊蛇，让秋光日改变了主意，会对本官接下来的计划有多大影响？大人既然明知道前面有埋伏，
又何必硬闯呢？咱们可以绕道避开埋伏。我就要看看他秋光日有没有这个胆量。一旦让本官逃过此劫，我一定要让他付出惨痛代价。都给我提起精神来！待会儿不管遇到什么人，只要敢靠近的，一律杀无赦。大人，小心了，这里不对劲。还真敢来！给老子杀！将这些混蛋碎尸万段！暗叫不妙。秋光日果然胆大包天，胆敢暗杀钦差大人，尔等还不束手就擒，还可免于死罪。看来今天的刺杀计划被泄密了。都住手！哼，还算你识相，命令他们都放下手中武器。都放下武器！这黑衣人首领还真狡猾，他不过是故意让这些眼高于头的大内侍卫放松警惕，等崔明冲露面的一刻，他就会立即扣动手中竹筒枪，要了崔明冲的命。但我既然来了，又岂会让你的毒计得逞？老笨蛋，你要是够机灵，就别露面。尔等可是那秋光日派来谋害本官的？不愧是钦差大人，果然有些手段，居然能避开我们的第一轮暗杀。不过，小的十分好奇，钦差大人是从哪儿得来的消息？哼，你先别着急提问，先回答我的问题。不错，要怪就怪钦差大人办错了事。你得罪谁不好，偏偏要对邱大人不敬。今日这里便是你葬身之地。这黑衣人首领发什么疯？就打算用手里这破竹筒杀人吗？给我将这些混蛋通通杀光！不要都杀光，留下一人，本官要他回京。大人，这应该就是黑衣人的暗器。大人，您没事吧？刚刚的爆炸声也是这玩意儿造成的，难怪不让我乘坐轿子，还让我乔装打扮，原来是这个原因。相公，我回来了，你怎么不看我一眼？看你这副样子，任务挺顺利，崔明冲平安了啊？怎么不高兴了？你说呢？换你熬一天一血试试，也不知道关心关心人家，整天就知道忙。行了，三夫人就别生气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凌云待你的心意，天地可证，日月可见。这丫头怎么直接睡了？我都给她准备好饭菜了。算了，让她好好休息一下，等睡醒了再吃也不迟。相公，你一大早就在工作间摆弄那些木头桩子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阿三的伤也完全恢复了，我也不能让他一直当个废人，所以我要给他打造一个假肢，好让他能正常行走。假肢？相公真是全才啊，怎么什么都会做？怎么，你相公天纵奇才，你还不高兴？怎么不高兴？妾身只是有些吃惊而已。木质的零件就这一点好，可塑性强，这要是铁的，那可就费劲了。相公，这些小零件真的就能帮助阿三重新站起来？要不是亲眼看到，而且对相公100%信任，我都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。现在当然还不行，等我将这些小零件组装完毕，就能让他正常行走。别动，让他自己起来。人的精神是驾驭肉体的，如果精神崩溃，对生彻底失去信心，那活着也是一具行尸走肉。十四爷，大夫人让你们见笑了。阿三，你又何必亲自出来？你现在腿脚也不方便，等相公将假肢制作好，就去找你了。大夫人说的是，但小人实在等不及了，所以就想过来看看，看能不能帮上14爷的忙。吴越，这里没你什么事了，你先下去吧，就让阿三在这陪我就好。14爷，您需要小的做点什么？看到这些小零件了吧？
都是我尽早制造好，不过现在还不能用，需要用砂纸将这些小零件的表面打磨光滑，待会儿组装的时候才会顺利。而且你使用的时候也不会磨损你的皮肉。既然你来了，那这工作就交给你了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这种粗活我一定能做好。好了，十四爷，您小时候在林家的时候是不是学过木匠啊？你觉得我在林家院会有这种待遇？像我们这些庶子，一出生就决定了出身，注定是被林家抛弃的人。林家又怎么可能花精力和财力培养我们？那您怎么会制造这些零件？我虽然没专门学过，但之前也曾看过相关的书籍，所以略懂一二。这还叫略懂一二？恐怕大端神朝专门服务皇族的老木匠都制造不出这么精密的零件，而且就算能制造出小零件，可拼装出一个实用的工具，却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。完工了。十四爷，这个假肢真的能让我重新站起来走路吗？现在还不确定，不过也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，你做好心理准备，待会儿恐怕会遭受一点皮肉之苦。还有就是你半年无法走路，导致你的左大腿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，所以你要勤加锻炼，让左大腿恢复正常。知道了，十四爷尽管放心，阿三绝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来，站起身走路试试。我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。看来这假肢还挺适合你，不错。以后除了晚上睡觉，其他时候都带在身上，尽快适应，也好尽快恢复正常。多谢十四爷，阿三一定誓死效忠，绝不辜负十四爷的栽培。你也不必每次都将忠诚放在嘴上，你曾经也是林家军的一员，虽然退出现役了，可也应该明白，忠诚是要落实在行动和思想上的。好了，就先这样。这木质的假肢你先暂时用着，等将来条件好了，我再给你换更适合你的假肢。另外，千万不要让这木质假肢碰水，阴雨天尽量保护好它。要是受潮导致这实木遭烤了，那可就坏了。十四爷放心，阿三都记住了。自己总算是完成了当初的承诺。凌晨派出去的一队杀手，怎么到现在都没有一点动静？大人，您把心放宽些，这次暗杀钦差大臣可是大事，而且就算咱们派出的杀手够多，准备也做充分了，但依旧没那么容易成功。朝廷派来保护钦差大臣的大内侍卫都非常了得，咱们还是多一点耐心等吧。哼，常玉峰，你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哼，本官这次可是将身家性命都压在这件事上了，成功了那还好，可要是有什么闪失，可不是你能负起责任的。本官之前怎么就偏听偏信了你的馊主意？大人，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，而且卑职已经派出人手出城去搜查了，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带回结果。常玉峰，我问你一句，你可考虑过，这次行动要是失败，你可有什么补救措施？有，快说来听听。按照咱们之前的计划，要是成功了，自然最好。但如果刺杀失败，大人就必须立即会见凌云。见他为何？你难道还想让我去求那小子？大人，您别误会，这可不是求他，而是谈判。我能做上游师府师爷，自然不是吃干饭的。行动前早想过两种结果，连解决方案都考虑好了。谈判？谈什么？你该不会认为这小子能替本官向钦差大人说情吧？你要是这样认为，就大错特错了。大人，您先别急着生气，咱们这次的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，再配上竹筒枪，更是有99%的把握。但要是这次行动失败了，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是那凌云泄密了。他泄密自然是在大人和钦差中间做出了曲折，而且也可以证明凌云和钦差有猫腻。咱们抓住这一点，便可找他算账。他要是不认也没关系，反正就是要让他解决此事。如果他不答应，那大人可就只剩下最后一条路了。你是说林家？不错，这小子在牛背村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之所以一直没传到林家，完全是大人帮他隐瞒。可一旦林家知道了这小子所有秘密，大人说他会是什么下场？私自制造杀伤性武器，私自囤粮，对林家隐瞒不报，等等罪行要是一一列数，按照林家人的脾气，是绝对不会惯着。就算不杀他，也必然会剥夺他拥有的一切。到时候，他还想种粮，还想继续发展，这无疑是做梦。大人只需要做好一点，那就是将咱们和他的利益牢牢捆绑在一起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只有这样，他才能乖乖听咱们的话。师爷还真是老奸巨猾呀！
这计划正是妙不可还。大人，您也不必太悲观，现在还没有最终结果，或许钦差大人已经死了，又或许中间出了什么差错，所以才迟迟没有送回来消息。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咱们今早派去的17名杀手全部阵亡，还有1人不知所踪。说，还有那不知所踪的人去哪儿了？回禀大人，属下已经派人严密搜查了战斗区域乃至方圆10里地，都没有找到那人的尸体，所以属下觉得他应该是被俘虏生擒了。扶他起来！凌云啊，凌云，你果然有魄力，真的敢泄露本官的秘密。好，这可是你逼我的。你现在立刻去大牢，将我儿子邱毅放出来，带他来见我。是，大人。大人，您要做什么？邱毅这小子早先就一直想要对凌云动手，只是我一直拦着。但现在看来是有些多余了，也只有这小子最合适去对付凌云。当今形势已经够糟糕了，连自身都难保了，却还想将亲生儿子拖下水，还得是大人啊！大公子，刚刚已经得到最新消息，府尹大人这次计划失败了，接下来恐怕……看来我爹他真的老糊涂了，居然做出这么愚蠢的决定。大公子，要不要卑职去劝说府尹大人，让他将您放了？本来我确实有些厌烦，但现在看来，这大牢反倒是世外桃源，我为何要出去？可是，大人如果真的遭遇不测，大公子可怎么办？哼，你还怕本公子死在这大牢里？不，属下不是这个意思。眼下正是大公子建功立业的最好时机，要能得到大人的支持，便可彻底改变对咱们不利的局势。现在还不是时机，想让我出去帮他，他必须要拿出让我心动的条件。大公子，是府尹大人身边的亲卫，看来属下猜的没错，大人一定派人来请你出去的。大公子，大人让小的来请您出去。我为何要出去？当初是我爹将我关进来的，想让我出去帮他，就让我爹亲自来请我。大公子，眼下形势对我们相当不利，大人需要你的帮助，你也不希望看到大人就这样被击败吧？黄蓉，你可真是我爹养的好狗，这种情况下居然还没认清形势。但我若这么做又能得到什么？等将我的价值耗尽，再被老东西关进来。大公子，您有什么条件，完全可以直说，小的自会如实向府尹大人禀报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你回去告诉我爹，想让我出手对付凌云，没问题。但我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必须封我为于天府兵马总管。如果他答应，我立即出手对付凌云；要是不答应，那你就别来了，我是不会出狱的。小的记住了，现在就去向大人禀报。大公子，您这次是不是玩的有些大了？于昭府的兵马总管可是府尹大人的绝对心腹，他又岂会轻易交出兵权？青阳，你要明白一点，现在是我爹来求我办事，而不是我求他要权力。而且，只有让我坐上兵马总管的位置，本公子才能自保，而不至于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。大公子，府尹大人同意了，还请您随我去见大人。答应的太轻松，本来就不符合常理。怎么，大公子还有异议？我爹就什么都没说，直接同意了。不错，反正大人就是直接答应了，说没说其他，小的就不知道了。孩儿见过父亲。小易，我知道你一直在责怪爹，将你关进大牢，但爹真的是为了你好。这次我们遇上了大麻烦，希望你能认清现实，助爹一臂之力。孩儿知道爹全都是为我好，也知道爹这次是想让孩儿去对付那凌云。不过，孩儿手中无权，根本就对付不了凌云。这小子趁火打劫。我刚刚听王蓉说，你想要做兵马总管，可是真的？正是，孩儿曾多次与那凌云交手，明里暗里都铩羽而归，所以想要正面击败他，必须要派重兵下狠药才是上策。谁说我要派兵讨伐凌云？您让孩儿出狱，难道不是要对付凌云？对付凌云没错，但并不是兵戎相见。好了，我已经知道你的诉求，想做兵马总管，
没问题。你带人去牛背村和那林云直接摊牌，他若愿意与我于丰府结盟，那一切都好说。可要是拒绝，就告诉他，他这大半年来所做的一切事，本官都心知肚属，自会向林家禀明一切，让他做出抉择。爹，若是孩儿促成此事呢？只要你让林云做出妥协，我就让你做兵马总管。作为交换，将来爹不会再限制你的行动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。好，那就一言为定。大公子，大公子，府尹大人没安好心，你可要当心别上当啊！我知道，但这是我最后的机会，我绝不会错过。何况他们上有政策，咱们下有对策。我爹想一石二鸟，既坑害我，还裹挟凌云，可没这么容易。既然要和凌云摊牌，这一次我就要玩一次更大的。